你听说过用消费券发工资吗？这可不是段子，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的事件。1月4号，吉林长春一位员工发视频晒出自己辛苦3个月的工资，竟然是一堆被限定使用的消费券。有一部分是发这个消费券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多少都有。有几千的、几万的，领导越高，领导这个很多，我们也没用过。据网友透露，这是他在摩天活力城发的工资，公司没钱开工资，就自己印了消费券顶上。别人挣人民币，他挣消费券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这些面值5元、10元、20元、50元和100元的消费券不是全省通用的，而是只能在重庆路、活力城贸、大众置业等公司自家商场内按季度消费。每种颜色代表一种季节，甚至买东西时还不找零。那么更加离谱的是，想要领这点有限的现金，还得签字同意，不签字呢，据说后果很严重。大部分的工资是发消费券，一小部分的工资是发放人民币的，但是前提呢是需要你签字，你要是不签字，现金券都没有，你要是敢起头闹事儿，直接就是开除。更离谱的操作也不只是发生在吉林省长春市，就在上个月，河南郑州一家公司直接把员工的工资变成购物卡，限制消费的日期、场所、时间、金额与店家。当局不仅不对此违法行为进行惩罚，还称要增加可使用的门店，引发了抗议。公司不给的是卡用不了，几十万块钱吧，很多工人的钱。事情发生在昨天1点左右，购物卡的话就几乎有限制，规定的周期可以用，然后有时候他让用一半，或者是有些店铺他能让用，有些店铺他不让用。当时那些购物卡用不了的人在那里拦着电梯，任何人都不让下去。这种操作一经曝光，瞬间点燃广大打工人的怒火，大家纷纷谴责这种荒唐的行径。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和劳动法都白纸黑字写明了，工资必须是以法定货币支付，不能用实物或者是有价证券代替。员工是企业的根基，只有保障了他们的利益，大家伙才会在你困难的时候挺你一把，共度难关。这回倒好啊，你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吧？毕竟员工的生活支出需要以货币的形式支出，比如房贷、车贷、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基本生活用品的支出。如果仅持有公司发放的消费券，消费券又不具备货币功能，无法完成上述支出，那发和不发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网友无王无地在 X 平台发帖说，发行消费券可以理解为创造货币的过程。如果大家都认可这种消费券，并在民间流通，从理论上它就能替代人民币。虽然它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，但是它具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。中共的货币崩溃了。也有网友说，公司是真的没钱了，有钱谁愿意这么搞？现在这样还能撑一下，真正公司倒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了。这是老板没有办法，实体活着就是问题，能想出办法让员工活着就不错了，请关注实体吧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不得不感叹，经济下行对每一个人的冲击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大。很多企业发不出工资，而员工们却还在咬牙坚持着，哪怕几个月没发工资也不敢离职。我发现现在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，就是我有好几个朋友，他们公司都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，1分钱没发那种，但他们依然不选择离职。我就纳闷问他们为啥，这些人跟我说的原因基本都一样，就是现在公司虽然没发工资，但至少自己还有工作，就还有个希望。但如果现在辞职不干了，大家都担心短时间内根本找不到工作。其实听完他们说的原因，我还是很能理解他们的，因为我这几个朋友年纪都不小了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，自己就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，是完全接受不了失业这个事儿的。而且现在外面想找个合适的工作的难度真的是非常大的。今年呢，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反常的现象，就是不管是什么单位，哪怕就是欠薪，哪怕就是3个月、半年不发工资，都很少有人去告公司、去告单位了。因为他们知道失业比欠薪更可怕。以前呢，员工是弱势群体，一旦告公司，老板苦不堪言。现在能正常发工资的老板越来越少了，能正常经营的公司也越来越少了，你去找工作会更艰难。
那不仅如此，很多大厂还在用更加隐蔽的手段内包，变相降薪或者削减成本。现在很多大厂裁员都走的内包裁员，这是一个非常恶心的方式。大概就是说，企业它成立一家人力资源子公司，然后就把本部这些要汰换的人和团队，然后把他们裁掉之后，给他们比之前低得多的薪资，然后让他们去签到子公司，相当于说同样的人做同样的工作，但你只需要花1/2，甚至说更低的成本。我之前在大厂的一个主管，他就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被裁了之后，现在重新入职了他们的人力资源的子公司。那么与此同时呢，实体经济下滑更是雪上加霜，商场关门，店铺出队。曾经熙熙攘攘的商业街，如今变得是冷冷清清。谁说2025经济会变好的？给你们看一下，关了，就剩一家了，那边就还有我了，这可咋办呢？本来说2025年经济会变好一点，都以为日子会好过，结果你们看看，这一条街还剩2家，一直说扛着，这得扛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看身后的阿迪、阿奈还有阿麦全部都干倒闭了，你敢想象今年的生意到底有多难做吗？而且不止服饰行业这样，餐饮行业也是一样，看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你敢相信吗？这个是曾经的某达广场，现在的景象大家看一下，商户还没有客户多，而且商户正在一家接一家的撤退，现在好了，全部都倒闭了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现在实体经济怎么样？我带大家去马路上看一看。这个出租出队，中国人寿，看见没？那么多关门的实体店呢？这个就没开2年就出队，这个也没开2天也出队。看，这有2家出队的，这写个旺铺出租，你家都是旺铺，你出租啥？都是出租，这家也是出租。哎，这大商场也黄了，不开门啊！经济下行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困境，裁员降薪、拖欠工资比比皆是。真不愧是蛇年呢，这他妈才3号，就已经给我勒得快喘不上来气儿了。一觉睡醒天塌了，距离过年只剩23天了。问一问自己口袋里还有多少钱？问一问自己还够吃几顿饭？问一问自己距离下个月交房租还有多长时间？攒不到钱，挣不到钱，越到了过年跟前，这种焦虑的情绪是不是越来越严重？再一心想过年回到家，都不说其他长辈了，光做父母关心的问你今年工作怎么样，你得想想体不体面，月薪多少，你得想想实际到口袋里有多少。说白了，一切都是工作的问题。与此同时，消费降级也成为了普遍现象，许多人不得不压缩开支，买已经成了奢望。主要还是市场需求低迷吧，卖不掉啊，根本卖不掉，不是在掉价，就是在掉价的路上。光有卖的没有买的，价格确实是太便宜，都是便宜。这是元旦假期吗？啊，好大无语世界！给你们看看这外面，这元旦假期的氛围，这怎么弄啊？还说元旦假期呢，有什么区别？别说周六周日了，现在节假日都没有什么区别。就连资本市场也未能幸免。今年的开局，股市可谓是一片绿，沪深300指数创下自2016年以来新年交易首日的最大跌幅，堪称近10年来最糟糕的开局。3大指数全线下挫，上证指数直接跌破3300点关口，全市场约4300只股票下跌。那不仅是 A 股，香港股市也没能幸免，恒生指数和中国企业指数同步重挫，跌幅达到 3.1%。其实呢，这场股市下挫并不是从新年开始的，早在2024年最后一个交易日，沪深300指数就已经跌破60日均线，不少股民都赔的是血本无归。愤怒和无奈的情绪在各大社区里爆发。兄弟们，我扛不住了，兄弟们啦！今天又亏了15514啊，现在总共亏到了237577了，我压力太大了，兄弟们，我扛不住了。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要亏到28万，我要亏到30万了。今天我妈妈给我打语音电话了，让我把股票卖了，不要让我玩了，不然的话跟我断绝关系啊。我的女朋友也跟我讲了，她说你这样亏下去的话，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，看不到未来了，说你这辈子废了，要跟我分手啊，兄弟们啦！ 3天亏掉我50万，你敢信？
真的，我本来都把账号做成私密账号的，我想的是，过年回老家嘛，过年回老家的话，那就不再更新账号了。但是他3天亏掉我50万。这个朋友97万的账户，现在亏的只剩下47万了，整亏了50万。他现在非常纠结要不要走，因为觉得实在亏不起。说实话，他的这种纠结也是可能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兄弟们的纠结。就现在这个市场，走不走呢？说实话，走了呢不甘心，不走呢还怕往下接着跌。由于 A 股连续大跌，我原计划春节前换手机，给老婆买包，给孩子报兴趣班，购买年货，出门旅游等等项目全部取消。你做空我就只能做空经济了，对不起，实在消费不起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您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